事实证明，创造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当前的乌俄战场，反装甲火箭筒都能上天了。乌军将苏联时代的 RPG-18 整合到了无人机上面，可以更隐秘地摧毁敌方装甲力量。无人机在乌俄战场兴起之后，火力军就料想过这一天，不过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会飞的火箭筒可不是那么好实现的，还需要考虑后坐力、精度的问题。那么无人机挂载火箭筒，乌军是如何实现的？这种会飞的火箭筒战场效果如何？乌俄战争开始后，乌军的火力虽然不如俄军，但应变能力更强，不断地用新技术将一些老旧武器改造成战场利器，使其在战场重启。根据德国慕尼黑信使报报道，乌军新发明了一种配备激光传感器的无人机炸弹引信，这是专门为那些老旧炸弹准备的，而且这并不是唯一一款新引信。美国福布斯杂志也报道，乌军还发明了名为约翰尼的引信。老式的苏联 PTM-3 反坦克地雷一般配备压发引信，只有坦克履带全部压在地雷上面 ，PTM-3 才可以激发。而新型引信有磁场探测装置，可以探测到附近是否有金属，并且只需坦克压在一部分地雷上就可以激发。除了以上这些，乌军还将苏联时代的 RPG-18 火箭筒整合到无人机上面。作为战场的主角，无人机都快在战线上玩出花来了，经常带着炸弹到处跑，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小型轰炸机。只是无人机挂载火箭筒可不像炸弹那么好挂，乌军是如何做到的？对于大型无人机而言，当发射火箭弹时，由于自身重量大，有点后坐力呢也无所谓。但是对于4选1无人机而言，发射火箭弹带来的后坐力会改变无人机的飞行姿态，精度无法保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将火箭筒的火箭弹射出去，等离无人机一定距离后，火箭弹再点火飞行，从而避免火箭弹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而 RPG-18 就是这种模式。虽然大家习惯将其称为火箭筒，但实际上来说 RPG-18 既不是火箭筒，也不是无后坐力炮。虽然从外形、发射模式上看，火箭筒与无后坐力炮很相似，但是二者在发射原理上有很大的区别。火箭筒的主要特点就是火箭弹主动飞出发射筒，弹体配备固定发动机，点火后推动火箭弹向前飞行。为了防止固定发动机的尾焰烧伤射手，火箭弹在离开发射筒时就已经停止工作。而无后坐力炮则不一样，发射筒内的炮弹主要依靠发射药在发射筒内燃烧产生的压力，把炮弹打出发射筒。发射药在发射筒内会瞬间剧烈燃烧，从而产生大量的火药燃气。一方面推动炮弹前进，另一方面燃气会向发射管后部喷出，以抵消后坐力。也正是因为发射时的后坐力小，才被称作无后坐力炮。而 RPG-18 相当奇葩，既不是无后坐力炮，也不是火箭筒，而是一种采用无后坐力炮原理的反装甲火箭筒。按照英文意思来说 ，RPG-18 是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按照俄文翻译，则是手持反坦克榴弹。发射时先启动发射药，将火箭弹退出发射筒，并赋予一定的初速。后喷的火药气体则用于减少后坐力。出筒的火箭弹飞行10几米之后，再推动助推火箭发动机，推动火箭弹继续飞行至目标位置。所以 RPG-18 不需要操心后坐力的问题。至于精度的问题，那就更不需要操心了。RPG-18 属于非制导火箭筒。火箭弹在飞行过程中不具备自我导向或自我调整的能力，能否击中目标主要依赖射手的瞄准和射击技巧。但经过升级后就不好说了，比如配备激光传感器的无人机炸弹引信也能拿来给 RPG-18 用一下。地面的无人机操作员通过无人机上面的光电系统或者实时画面寻找要打击的目标，确定大概位置后发射 RPG-18， 之后利用激光技术来获得引导信息，主动导向目标。就算是不升级也可以，无人机带着不可制导的 RPG-18 在相对较近的距离发射，也能保证一定的精度。那么无人机带着火箭筒在天上飞，在实战中有什么优势呢？ RPG-18 是一款苏联时期的便携式反装甲火箭筒，属于第4代 RPG， 看起来与美国的 M72 LAW 发射器相似，加上 RPG-18 出现的时间也比 M27 稍晚一些。所以也有消息称 RPG-18 是参考 M72 LAW 设计的，同样是一款一次性武器，打完就扔，降低单兵作战的负担，并且 RPG-18 采用了套筒式结构，使武器行军状态的长度缩短了1/3，储存、运输、使用都很方便。不过这间接说明了一件事， RPG-18 只是一款协助战斗武器，并非战场上的主力，射程与威力相对较弱。RPG-18 火箭筒出厂的时候，炮弹就已经装好了，
装载 PG-18V 火箭增程反坦克高爆弹，有效射程为200米，可以击穿375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在面对爆反装甲与复合装甲时，威力就会大幅度减弱。同时 RPG-18 缺少引导系统，加上射程与威力的限制，在实际使用时，操作员必须靠近目标才能有效攻击装甲车。这也就意味着操作员很可能会有去无回。相比较士兵手动操作的火箭筒，旋翼无人机发射火箭筒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旋翼无人机可以垂直起降，可以定点悬停，机动相对灵活。在城市或者森林地区作战时 ，RPG-18 可以借助无人机的机动性，利用地形进行隐蔽行动，并从安全距离发射火箭弹。同时，旋翼无人机发射火箭筒也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射手的安全。操作员可以通过无人机上面的光电系统或者实时画面寻找要打击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100米之外取敌将手击。更重要的是，无人机与火箭筒的价格都不高。旋翼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可以大批量生产。无人机完成发射任务后，甚至可以根据状况进行重复使用。RPG-18 火箭筒也是如此。乌克兰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武器，这也是乌克兰改造 RPG-18 的最大原因。而且其他的前苏联国家或者曾经获得过 RPG-18 的国家也能贡献一点库存。至于能否打爆俄军装甲车辆的问题，大家也完全不需要担心。作为一款20世纪70年代的反装甲火箭筒 ，RPG-18 的威力的确落伍了，仅能击穿375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在面对现代坦克时，的确有些力不从心。别说一枚干爆 T90M 了，对付 T72 都稍微有一些难度。不过反坦克不行，不代表 RPG-18 没用。柿子呢就要挑软的捏，打不过坦克，那就换个目标，比如俄军的装甲运兵车，或者是最近常用的全地形车。俄军的 BMP 系列中，除了 BMP-3M 这种重装版 ，RPG-18 可以做到一枚一辆，几十毫米的装甲根本不够看。而俄军当前常用的摩托车与全地形车，自杀式无人机的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根本不需要 RPG-18 这种专业人士出手。除了挂载火箭筒之外，无人机还有其他改造方式，比如挂载旅热剂，甚至是枪械。当前的乌俄战场，无人机挂载炸弹、手榴弹是最安全的。炸弹可以在敌人上空直接投放，一些速度较高的无人机甚至可以在一定距离外抛射炸弹，不需要飞越敌人的头顶。而且步兵投掷手榴弹距离是有限制的，但无人机没有，只要发动机足够猛，完全可以飞到克里姆林宫来一发。至于挂载火箭筒，难度并不是很大。除了乌克兰之外，白俄罗斯也研发了类似的武器，大型的4旋翼无人机挂载 RPG-26。而在最近的乌俄战场之上，热度最高的武器就是龙式无人机，可以倾泻铝热剂，放热反应可产生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精准烧毁俄军阵地。至于挂载枪械，难度就稍微有些高了。普通枪械发射时的后座和震动太大，需要挂载支座或者云台，这种吸收后座和震动的设计，重量呢也会提升很多，不是小型旋翼无人机可以承担的。当然，如果非要挂载枪械也不是不行，改变子弹的推进原理就行了。比如美国曾经研制的火箭式枪械，把子弹变成一个小火箭弹，子弹推进原理不再是利用火药燃气压力将弹头推出，而是取消弹壳，把发射药装进子弹本身里面，利用发射药燃烧时持续的推力驱动子弹前进，几乎没有后坐力。使用这种结构，枪身结构和枪管不用承受后坐力以及火药燃烧的压力，所以可以做的比较轻薄，激发装置也比较简单，可以使用4旋翼无人机挂载。不过这种火箭式枪械有一定的缺点，子弹出膛后需要先飞一会儿才能达到最大速度，精度威力较差，所以当时的美军没有装备这种武器。就火力军而言，在小型4旋翼无人机上装枪械，无论怎么做都会比较麻烦，威力也比较一般，顶多穿透防弹衣，实际用途并不大。挂载炸弹、火箭筒或者铝热剂才是正道。总的来说，当前的乌俄战场由于火力不如俄军，乌军在改造旧武器方面比较执着。当然，凭借这些武器，乌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龙式无人机、S-200等等。当无人机蜂群作战时，乌军的选择更多，更容易取得战场优势。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无人机挂载 RPG-18还有什么优势？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